大家好，我是彪哥。好多朋友都想看一下我们那天收来的那几条2年的火腿，切开里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特别是这条花白梅的火腿，当时给大家说的就是极品中的极品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这种花白梅的火腿？其实我们之前很多期视频也给大家介绍过。我们玄武火腿所上的这种绿莓，会根据它保存的环境，还有火腿本身盐分的轻重，那么上出来的绿莓也会有所不同。比如说盐分稍微重一点的，它上出来的莓色就会呈那种军绿色，而盐分稍微适中一些，它上出来的莓色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像这样的青莓。而这种花白梅的火腿就是那种盐分更轻的那种类型。那么花白梅的火腿之所以招人喜欢，就是因为它盐分轻，但是又能保有我们火腿原有的香味，这就是它的一大亮点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准备把这条花白梅的火腿烧洗干净，打开里边的肉质让大家看一下。这条火腿之所以把它称为极品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花白梅，而是整条火腿虽然经过2年的风干发酵，但是整条火腿的腿型都非常饱满，而且修割也是非常到位。那么我们下边还是把三叉骨取掉，让大家看一下里边的肉质怎么样。其实所谓的花白梅就是这种绿莓中间带着一点白，其实是因为火腿肉质过软，也就是肉里边的水分过多所导致的。那么肉质越软，盐分越轻，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物理现象。那么盐味轻，又能保有这种火腿应该有的香味，这就是花白梅火腿最大的一个亮点。漂亮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肉质，鲜红如鲜肉一般。而且它这个2年的火腿，童子骨的头还是非常的鲜艳，但是很不幸，三叉骨这个地方它已经开始霉变，所以像这条火腿的话，如果要存放3年，应该是不可能的事。像这个地方的肉已经开始有那种霉酱味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火腿都能够存放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但是像这条火腿的话，虽然三叉骨开始变质，对于这条火腿没有太大的影响。下边还是把氧化层去掉，然后我们切开中间的肉面，让大家看一下，肉质还是非常漂亮。像这种2年的火腿，现在经过2年的风干，表面这些已经是硬的不行，而且肥肉也不像我们上期视频开的那种3年老腿那样晶莹剔透。所以像这种2年的火腿的话，生吃还是不行。特别是像这种个头偏大的2年火腿，不管是瘦肉还是肥肉，感觉都要生许多。只不过相比1年火腿的话，它的香味更足，而且好一点的火腿的话，能够吃出那种奶油的香味。好了，现在整条火腿全部修整干净以后，表面还是非常漂亮，整条火腿的颜色它都是呈那种板栗色。那么我们还是要切开断面，让大家看一下中间的品质怎么样。切开肉的断面以后，像这种2年的火腿，虽然说肥肉层已经开始像这种呈自流油的状态，但是不像
那种3年的火腿，它的肥肉已经呈半透明，像发酵成熟的那种3年的火腿，肥肉层呈那种半透明的状态，吃到嘴里边就是那种浓浓的奶油香味，而且入口即化。但像这种2年的火腿，同样我们切开肉的断面以后，都会呈现这种白色的点。那么每一期视频基本上都在跟大家介绍，2年以上的火腿都会产生这种叫做氨基酸的结晶。当然像这条花白眉的火腿，大家看一下它的肉质非常绵软，所以盐分轻香味足，就是我们这种农家火腿独有的特点。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，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观众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